纵观今年 OPPO 的产品，我喜欢 Find X8 Ultra 的表现，也会将年度最佳折叠屏投给 Find N5，但留在我手上的偏偏是一台 Find X8S， 所以本期节目大家就不必揣测其中的利益相关了，因为我既买不起 N5，也拿不到 X8 Ultra 的媒体机。让我们从这个小个子身上聊聊今年 OPPO 的产品表现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知欧君，很高兴又能和你见面了。这台手机在我手里已经3-4个月的时间了，为啥拖到现在才聊？因为我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儿。浅薄的说，今年 OPPO 表现得十分均衡。但更形象的比喻，我感觉像结了个婚。虽然我未婚，但我觉得婚姻就像双方都做出一定的牺牲，然后适应彼此并做出妥协。那么我会推荐哪些人买它呢？如果你是个喜欢拍照的女大学生，不喜欢太大太重的手机，那 X8S 绝对在候选名单中。拍拍人像，拍拍作业，随身揣包揣兜都很轻巧。要是给家里长辈买，比如我母亲就不太喜欢大屏手机，她日常就是听听小说、刷个视频、打个电话，对性能要求不高只要不卡就行。偶尔有拍照需求，也能让她在姐妹们面前说一句：我这手机拍人超好看。那么对于咱们男生来说，要求会更多更细，追求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那如果你追求更好的影像，那我还是推荐兄弟们去选更大更贵的影像旗舰。但若是要求性能，它也不至于让你在游戏中落于下风。但碍于屏幕尺寸，对于玩手游的玩家而言就难以成为首选。对我而言，手机的用途也很单一，也是刷刷视频、聊聊天、拍拍照，也难以让这枚天玑9400+感到压力。所以小屏手机对我而言就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也为此做出了妥协。我们还是得先聊聊它的基础配置。我这台是 16G 加 512G 的版本，天玑9400+处理器，5700毫安时的电池，支持80瓦的超级闪充和50瓦的无线充， 6.32英寸的屏幕。如果说这3个月是我和 X8S 的蜜月期的话，它的小缺点我还是能说上几句的。在解锁方式上， X8S 采用的是短焦指纹解锁，以及少了息屏显示的功能，也就是无法放在桌上瞥一眼去看时间和自定义图案。还有部分博主也表示屏幕峰值亮度也不够高。对我来说，最在意的是息屏显示的缺失，但短焦指纹我还是能接受的，毕竟它的身材小巧。更何况某知名大厂也用了很长时间的短焦指纹，最近呢，人家还换成了侧边指纹解锁当然我说的是索尼索尼最大滔天。那至于峰值亮度，我只能说是均衡的结果。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小屏手机永远都得在配置与尺寸之间拉扯，为了轻盈就得在某一处做出妥协。如果你初次体验小屏手机，初见时一定满心挑剔，但当你长时间使用之后，单手回消息的时候，揣进口袋的瞬间，都是我与它的心动时刻。妥协的背面是另一种自由。当然，在了解它的内在之前，还是得先看看脸。那外观上来说， X8S 比小米15要薄一点，也短一些。如果要论手感， X8S 拿在手里也十分轻盈，镜头模组也比 X8 Ultra 更收敛，看起来反而更精致可爱。我也为此做过小屏旗舰的横屏，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移步看看之前的节目。用2个字总结今年 OPPO 的影像风格，那就是显瘦。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但这不是我提出的，而是模特小姐姐的原话。所以若是追求更极致的影像表现，那 X8S 自然不如所有的影像旗舰。X8S 没有大底大模组，换来的是它的小巧玲珑。我得到了轻便的体验，但也得适应它克制的影像能力，所以我才将与它的相处比作婚姻。既然是自己选的，就得看出对方的牺牲，做出让步。当然，对方的内在也很重要，我们还是得聊聊它的系统。与系统离不开的还包含这枚快捷按键。如果我对 OPPO 家的小屏有何期待的话，那就是明年给小屏也配一枚拍照按键。虽然大家对快捷按键、拍照按键褒贬不一，但我短暂的用过 X8 Ultra， 以至于我后来会下意识的去摸 X8S 的拍照按键然后心里落了个空。长期来看，这2枚按键还是很好用的只能说期待明年能安排上了。这枚快捷按键我此前也聊过，对我而言是一枚截图键，却不只是截图而已。
它能帮我高效收集碎片资讯，比如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喜欢的句子，随手一按就会截下这张我很喜欢的 Faker 赛场图，配的是一句天下谁人不识君。在参加发布会时，我会看到很多博主同行，我都会感慨一句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这句话也是我在此前截取下来的，我也曾戏称它能帮我记录那些前面是英文后面是数字的东西当然我说的是航班号就拿我的 iPhone 16 Pro 来说，这枚按键依然只是静音键，我还未吃上苹果给我画的饼。但在 OPPO 这枚被人们吐槽的快捷按键则有着更多的想象空间。按键与系统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得再深入一点聊聊 ColorOS。我的粉丝群有个有趣的现象OPPO 的机主是最安静的，极少见他们吐槽系统，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我粉丝群里没有用 OPPO 的。反之，其他友商用户则显得汹涌澎湃，这让我的粉丝群少了许多乐趣，也减少许多负担，因为我不必去论述系统的可用性，只需要艾特出某位群友现身说法即可。那么 ColorOS 15的改变是能看得见的，我也与某位 UP 主讨论过，他认为的最好的折叠屏系统是谁家的，我与他的看法一样，正是 OPPO。可以说 OPPO 的系统是目前比较有创意和想法的。如果你用过 OPPO 的直屏手机系统，再去用它的折叠屏系统，你会发现有迹可循，但又富有新意不会让你有两个系统互不相识的感觉。ColorOS 的功能不是最大而全的，但你需要的、常用的、别家有的，大多数它都有。别人回家有碗热汤，它就不至于让你自己拿外卖。如果你喜欢大屏，你就看不上它；你喜欢拍照，它只能看清眼前的你；你喜欢往外跑，它的续航也能陪你疯一天；你喜欢打游戏，它也支持最新的 WiFi 7，陪你安安稳稳的打几局游戏。它从里到外绝对不是最好的，甚至纵观今年 OPPO 所有新品以及对比友商，都不会说它是最棒的，但却是给的、做的最均衡的。还是那句话，我这几个月的感觉就像结了个婚，他有所牺牲，我也做出让步。均衡不是平庸，是他把温柔都藏进了看不见的日夜。总而言之 X8S 是 OPPO 对小屏旗舰的一次尝试，显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认为今年这份答卷已经将及格了，所以我蛮希望他们能坚持下去的，否则小屏旗舰中只有那么几款就太无趣了。若是明年还有机会和 OPPO 的小屏旗舰见面，我对它的期待是给个息屏 LED 或者是超声波指纹解锁，那当然千万别做曲屏如果能再多一个拍照按键也很不错。这3个月的时间，我与它的情绪都十分稳定，我也在网上看过各种关于 X8S 的评测，但真正落笔写这期节目的稿子时，最终还是决定用我的视角去为大家评述我对它的看法。那么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关于这款 OPPO Find X8S 还有什么我还未讲到而你又想了解的，欢迎在评论区或者私信向我提问，我看到的话都会回答大家的。如果觉得本期节目做的还不错的话，别忘记给我个1键3连以及关注我，这会给我很大的鼓励。那么我们下期再会了。